我实在受不了了！哎呦，大鱼，我真受不了了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就当对自己人生的一次磨练，再磨就磨没了。不是大鱼，你说，我这脸皮子够厚的了吧？这叶知秋天天这么批评我，还当着那么多人批评我，我就说我这脸现在都吹弹可破了。你脸这不没破呢？有什么不能坚持的？你看人家周岩，他是不好意思说，是不是周岩？我其实还好，就是老能见到菲菲。我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极限了，可最重要的资料咱们还没拿到手呢。这个时候放弃，那咱们之前受的苦不都白费了？相信我，我知道我们现在挺得非常的难受，可是叶知秋比咱们更加难受。再坚持一下，我一定给哥俩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大鱼，听你这说话这意思，看这小眼神儿，好像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呀？哎，想法我倒真有一个，不过这次可就要辛苦咱们的美男子周先生啦。我出什么事了，周岩？我一接到你消息就过来了。谢谢你能来。我们仨快受不了了，我们你想们要走？不，那个菲菲，我们想请你帮个忙。帮什么忙？你说吧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不是这几天公司一直在传一个事情，说叶总打算派人重新整理数据库。啊，你也知道，这是个苦差事，公司的人能避则避，还有人想把这个事儿推到我们，让我们来干。这个数据库的内容那么多，真整理起来会累死人的。这万一出点差错，哎，指不定得挨多少骂。啊，这就像杨子说的一样，与其让我们干这个，还不如让我们扫厕所呢。啊，所以那个这个事儿要真让我们干了，我们肯定会受不了的。所以。菲菲，我想你帮帮我们，我们不想被逼走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菲菲，怎么了？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帮我们？我真的愿意帮你们。你说他们究竟想干什么？啊？这都1个多月了，甭管怎么折腾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哎，可是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呢。是有点不对劲。我也让人从侧边打听过，但他们3个异口同声说，就是来大公司锻炼自己的。说你头发长见识短，这是真话吗？鬼都不相信。这怎么耗下去了？不行，得找个理由把他们开了。哎呀，你坐下。大不了就赔钱嘛。你能不能沉稳一点？这上面刚夸你为公司节省成本，现在你就无缘无故来一个解聘赔偿。
再说了，他们3个现在真的挑不出什么毛病，让干嘛就干嘛，就连刷马桶都抢着去做。现在全公司都把他们当活雷锋，你就把人家这么开了，别人怎么看你啊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现在心里乱七八糟的，本来想套个兔子，结果把自己套了啊！我现在就是，谁有办法让他们走，我就给他烧过去了。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快说！我真是操心命啊，帮得了这个，帮不了那个，到最后连自己亲弟弟全帮不了。只要你的办法可行，能让这3人走人，你弟弟的学费我掏了。哟，叶总，什么呀？你们的新工作。整理数据库。不是，叶总啊，这么大的工作量，我们3个人怎么可能完成呢？这我管不了，该加班加班，该熬夜熬夜，反正到时候我来检查。叶总，你让我们一直加班，我们忍了；你让我们刷2月厕所，我们也忍了。整理数据库这么大的工作量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什么叫太过分了？这是正常的工作安排。这么简单的工作你们都干不了？干不了就打辞职报告滚蛋！我还告诉你们，所有的数据必须和之前的一一对上，错一个都不行。叶总，叶总，叶总，哎，你多给我们2天行吗？叶总，求你了，叶总。叶总。终于让我出头了，整理数据库，终于不用刷厕所了。你是怎么搞的？什么时候董事长？你还不知道吗？现在公司上下都已经收到邮件了，就连全国总部都已经惊动了。现在外面闹的是人心惶惶的，你让我怎么跟大家解释？董事长，我什么邮件？我没收到什么邮件。你自己看看吧。我都找人去调查过了，人家说的打击报复和你之前在乌梁搞的那个什么黑名单，全都是真的。你这么做是在毁掉整个行业的名声，是咱们中介行业的耻辱啊！你走吧，菊园公司不留你这样的人。云鹏宇，大鱼这封告知居安公司全体员工书啊，写的是妙笔生花，文采飞扬啊，深刻地揭露了叶知秋这段时间以来对我们任劳任怨的3位优秀员工惨无人道的摧残与敌视，更把叶知秋当初在乌梁中介的不法行为大肆曝光，观者无不感同身受，悲痛欲绝，义愤填膺啊！行了，没你说的那么夸张。反正8、9就不离10吧。但是话又说回来啊，这次救我们脱离苦海的，多亏了菲菲。要没有菲菲啊，你这个蒋干道叔根本就没戏。这么说，你们仨就这么得手了呗？哎，这个是他们主动让我看的啊，不算我们盗取商业机密了吧？算你过关。老于，那咱接下来干什么呀？接下来，咱们就上赛道。走啊，来，没问题。大鱼还看呐？这之前看了那么多的居安数据，这又花钱买了这么多行业分析报告啊，这能看出什么来？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这回咱们麻烦大了。
赶紧叫人开会。又开会啊？开会了，开会了，开会了！于大师，你闭关了这么久，终于修炼出山了。老夫一观天象，略有所得。其实这少臭贫啊！有什么话赶紧说，我还急着睡觉呢。我呢，打算做一个面向1000万北漂的网上社区。之前不是打算做一个不收中介费的租房网站吗？怎么又做网上社区了？因为他突然间发现，做一个不收费的租房网站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不愧是老大，一语道破了关键。不收中介费的租房网站听起来很有噱头，可如果把重点放在“租房网站”这4个字上面，我们将会面临巨大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问题在于盈利模式，因为如果不收中介费的话，将导致我们的网站失去最主要的收入来源，而其他收入需要人气，也就是流量的支撑。可惜，租房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行为，间隔的周期太长。我们的网站具有足够的吸引力，但是粘性不够，因为客户一旦是租到了房子，短期之内就没有必要再次登录。所以说，从理论上来说，网站做得越好，死的也就越快。那做网上社区就能避免这个问题吗？当然能。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。早在600年前，中国第一个集餐饮、住宿、社交为一身的北漂社区就已经出现了，那就是永乐年间的芜湖会馆。从那以后，湖广会馆、南海会馆等类似场所越来越多，按照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人群，服务于士绅、官员、学生以及各类人士，也就是古时候的北漂。所以你想要搞一个网上会馆，真棒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网站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满足那些北漂们的社交需要，比如说满足他们在一个陌生环境下急需要找到组织的这种心理需求。但是北漂的人总共也就1000多万人左右，这个网站做得起来吗？网站做不做起来不看网站的大小，你从数据就可以发现，越大而全的门户网站这2年日渐衰落，反而是一些小而精的小众网站做的是风生水起。所以我就打算做这样精准的专业网站。那这租房跟中介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这1000万的目标用户群里面，租房的人占绝大部分。如果我们向他们提供免中介费的房屋租赁信息的话，你说会不会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北漂都会注册和登录呢？我明白了，你是想通过这种不收取中介费的租房方式来吸引人气，用社交内容把人气转化成流量，最后想办法用流量来赚钱。你真棒！这1000万的北漂用户群里面，有1半的租房人是年轻人，这些人就是我们的核心用户群。兴趣社交、金融接待、视频直播、家政服务、职场培训，他们需要什么，我们就给他们做什么。网站的用户活跃度越高，粘合度就越高，粘合度越高，商业价值就越高。就算不能像虚拟办公室一样解决大城市的问题，但至少也可以让大部分的北漂过得舒服一点，从而实现我们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梦想。我的个乖乖，你这是要曲线救国呀？啊！可是这么说的话，你们不等于还是在跟这些中介公司抢生意啊？这可不叫抢生意，这是跨界的竞争。实话说，我们根本就不提供中介这样的服务，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免费的信息交流平台。那还不是一样？当然不一样了。科技的进步必然会带来行业的改变，各行各业都必须面临转型升级，不能抱着老传统和那些眼前的利益不放。只有这样的话，我们才能顺应时代，不然早晚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。这个网站叫什么名字？名字我早就想好。
腾飞他出去见客户了，和客户吃饭。他们几个在忙着筹备网站呢，喊了他们也不出来。不下来，那我给他们送上去吧。哎呀，你呀就知道惯着他们。来了！哎，这儿呢！确认一下。哎，兄弟慢点，慢点。好了，没问题。杨子、周岩，赶紧下来，宝贝到了！哇，这么多电脑和服务器啊！大宇，你真舍得？这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其实做网站最大的成本并不是这些固定资产，而是人员工资和后期的市场推广。你们两位壮丁之前为公司省了不少钱，再加上我们之前攒的200多万，够咱们撑一阵。本来你的底气就是建立在剥削我们俩身上是吧？不公平！我要求提高待遇。没问题，中午加颗卤蛋。这是古有猪扒皮，现有鱼扒皮呀！大宇，这么多东西，咱搬哪儿啊？先搬船上，等一会儿咱们有正规办公室了再说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的啊！杨新伟，表现好的话，中午再加个火腿肠。真的假的？必须的。你搬这个，搬这个，你搬这个留给我。等咱们公司上线了，连续3天，每天鸡腿广告。慢点，别闪着腰。你一个人不行了，就拿那小的。一个人能搬动那么大的吗？这给我，这给我，你去搬大的去。怎么傻乎乎的？我看他们这个样子，就算是饿了也顾不上吃了，还是待会我给他们送过去吧。你送了他们也没工夫吃，还是等这个3个疯子忙完了再说吧。要是凉了再给他们热热。你不觉得他们疯起来的样子还蛮可爱的？疯子有什么可爱的呀？人家都说创业中的男人是最有魅力的，有没有一点点动心？我看啊，是你动心了吧？要不把周岩叫来聊聊？哎，周岩，不错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哎，难得你今天不加班，还自告奋勇的来陪我采购。最近时间一直都是你和子珊来采买，大鱼他们做网站也空不出来时间，我这当老大的不得表示一下。他们哪是没时间呀，是压根儿就没操这份心。3个人做网站的确挺困难的。我听说最近大鱼已经开始在外面找人了。他没找你吗？没。是啊，你在公司混得风生水起的，怎么会为了一个没有人做过的网站就跟他从零开始呢？哎，这个于鹏宇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。怎么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功利啊？我是嫉妒你好吗？同样是工作3年，你都升了3次职了，我还是个专员。是资深专员，多少人干了3年干不到你的程度？反正还是比不过你。哎，对了，想问你个问题。你觉得怎么样才能不动声色地接近一个人，既让他知道你对他好，但又不会太过冒失，显得太有目的性？怎么问起这个啊？是不是喜欢上哪个姑娘了？哪儿啊？还不是因为老葛，老葛想让我趁机接近一下陈鸿生，但据我对陈鸿生的了解，他这人对主动贴上来的人不太感冒。这样啊，那不难办啊。你有他微信吗？有倒是有，但是直接联系会不会？谁让你给他发微信了？我的意思是从现在开始，你每天在你的朋友圈里分享一篇比较有深度的文章，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你自己亲自写一篇文章，看似是客观分析，但其实里面举的案例都是针对他们公司的薄弱之处。具体的解决方案呢，你就不要展开，卖个关子。我觉得他只要看到了，我相信有80%的把握，他会来主动找你。反正据我所知，有很多金融圈、保险圈、律师圈的朋友都用这种方法来营销自己，拓展客户。果然是没问错人。等这事成了，指定向老葛给你请货。哎，对了，你说，如果用这招追女生的话，会不会凉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
哎，咱得快点儿，不然给大玉买的冰淇淋要化了。陈老莅临我司，我司真的是蓬荜生辉。哎，年轻人，还认识我吗？陈老，您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你请我来的吗？给你开个玩笑。对了，我看了你分享的那篇新经济形势下 IT 服务新需求和新升级的分析报告。好小子，虽然报告没有提玉兰集团一个字，可是通篇都是以玉兰集团为模板的。我没说错吧？为了写这份报告，没少下功夫吧？我的这点小心思还是逃不了您的法眼。我呢，主要是怕太打扰您了，所以……好了，以后再有这种东西，就大大方方的拿到我这儿来，啊！我把你当老朋友，你可不能把我当普通的客户来对待。是，陈老。哎呀，李腾飞啊，李腾飞啊，我果然没看错人呐！之前让你跟陈护生套近乎，你小子还果然做到了啊！你真是我们公司的福星啊！像他这样的大佬都这么给你面子。没有，你放心，等合同一下来啊，我立马给你升职加薪，好好干啊！好，谢谢葛总。哎。老板，人家给谈了这么大一个 case， 搁其他公司怎么着也会给个 SD 吧？我们给个 SM 就是打发了，你让我怎么去跟人家说去？怎么就没法说了？哦，升高级经理就不是升职了？是升职，不过按照以往的惯例，立这么大的功劳，怎么着也得给人家升个总监吧？我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可现在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这是外企，老板是外国人。你别看公司里现在一个个 Smart、Vincent、Alice 这么叫着，可在老外的眼里啊，我们都是中国人。中国人讲究什么？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老外也一样啊。这次总部空降一位把着人事权的 ABC， 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监督我们俩？哎，这跟李腾飞升职有什么关系？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这办事儿要锣鼓听音。总部这么做，说到底就是为了控制中国人在高级职位上的比例。以前啊，是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啊，让我们这些 local 去替他们卖命。而现在市场开拓的差不多了，他们该摘果了，我们呢也该让位了。你没瞧见大中华区新任命的那些高管们，全是美国人。顶多有2日本人、新加坡人点缀一下，有1个中国人吗？没有。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升李腾飞当总监，他还那么年轻，你这不是等着老外来challenge我们？我知道你们关系好，可是现在我们都快泥菩萨过河了，谁还顾得了他呢？再说了，他今天弄一客户，你给他升1次职，明天再弄一客户，再升1次职。他要老那么能干的话，咱们的位置让给他。不是说升总监呢？哎呀，谁知道啊，连个副总监都没给。哎，他是不是得罪谁了？不知道啊。就是。听说让那个新来的 ABC 给驳回了，老外要降低中方高管的比例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看不起中国人啊？哎，没辙，外企就这样，看不见的天花板。可不是说说就完了的，我看都不一定，估计是老葛看他太猛，自己心虚了。对。哎，等一下，看见王若雨了吗？嗯，在休息区呢。好，谢谢。一看你这个表情就知道准没好事儿。说吧，又要干嘛？我要求你帮个忙。帮什么忙？是这样，我们网站初创没什么经验，尤其是在法务方面。
想让我帮忙指点一下，行，没问题，只要我有时间。就这么点事儿，还值得你专门跑一趟来这儿跟我说吗？我是想让你过来帮我们。你是说让我加入你们公司？我知道这很冒昧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就算砸锅卖铁也不会少发给你1分钱，一定不会居外高。这市场上有那么多法务人员，你为什么非找我呀？因为你业务能力强啊，又便宜，物美价廉，性价比高，最重要的是，你有别人没有的正义感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们做这个网站真的不是图赚什么大钱，我们只是想开辟一条我们从前没有走过的路。如果这条路开辟通了，受益的不仅仅是我们，更是那些千千万万的北漂和在外流浪的一些打工者。换句话来说，我们把社会责任感看得比利益更加重要。说真的，如果不是志同道合的人，真的很难加入我们。其实子珊都跟我说了，你的梦想是想当一名法律援助律师，帮助那些没有钱请律师的人们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。但是我想我们之间并不重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是为了自己，为了利益，但有些人是为了梦想，为了更崇高的东西。我想我们是一类人。小月，我这人平时不太会求别人，不过为了你，我愿意张一次嘴。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们？我们需要你，真的。哎，你说我都说半天了，口干舌燥的，你不能考虑一下啊？给我1个礼拜，我交接一下工作。是吧？幸福来得太突然。Smart， 什么事？正找您呢。这是什么？你要辞职？小飞，我知道你对这一次的升职有意见，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和文森特2个人的苦衷。说实话，我们俩真有苦衷，真不是我俩不帮你。Smart， 可能我提交辞职的时间不太对，但是请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对您、对公司、对葛总的安排有意见而离开的。这些年我在公司学到了很多东西，G外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。那你为什么要走啊？你知道，对于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来说，G外是个多么难得的平台。人家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，你可倒好，大树不要了，选择一棵连灌木都算不上的小草。你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对于一部分人来说，大树带来了阴凉；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，大树却遮挡了阳光。我呢，正好是后者。公司里的那些传言，你不用 care。这件事情，我已经向 Global 打了报告，他们那些人就是在瞎胡闹。我不相信那些在国外长大的 ABC 能够真正的了解中国市场，能够真正的了解中国的 game rules。我就相信一点，不依靠本土人才，外企业一样会水土不服。不好意思，这个真的不是我离开的原因。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，薪水和职位非常重要，但对我来说，
我有更想去追求的东西。我之所以选择离职，完全出于我个人的原因，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，希望我们还是朋友。行吧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希望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，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谢谢。干嘛一定要辞职啊？就算没升到总监，可是26岁的高级经理已经够让人羡慕的了，就非得一定要走？还是说为了于鹏岳，为了兄弟，你就连……我今天已经跟无数个人解释过无数遍这个问题了。是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你说的话，搞得现在大家都来问我，就连菲利还旁敲侧击的问，说是不是有大公司挖你？他们找你打听我的消息啊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咱们俩现在一起合租，每天一起上班，一起下班，在公司是同事又是好朋友，那问我，哎呀，别打岔。哦，不打岔，不打岔。我现在就让你回答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辞职？原因很简单，你走了，我一个人上下班没意思，所以就辞职了。你怎么也学得跟于鹏岳一样没正经？开玩笑。帮兄弟只是一方面，我只是觉得，煤炭工人挖再多的矿，也不可能成为煤老板。给别人打工，成就感终究是有限的。那你怎么就能确定于鹏岳的北漂房客网能挖出矿来？万一他们挖的是一个废矿呢？没有煤，也有可能有石油、天然气，甚至是黄金，就看挖矿的人是谁了。你对他们这么有信心？我是对自己有信心。好了，换我问你了，为什么会答应于鹏岳的请求？我也对我自己有信心啊。哎，那有卖冷饮的，想喝什么？我请客。这么豪气啊！真的，我们俩下班一起回来的，他还拿着纸箱子呢。老大，啊，你真辞职了？你真打算过来帮我们？怎么不欢迎我啊？太欢迎了！让我们如虎添翼！好 ，FB 4兄弟公司，咱们不能少一人吧，对吧？于董事长。什么于董事长？只要你来了，你永远都是老大，董事长的位置就是你的。对啊，你的股份大约还给你留着呢。亲兄弟明算账，既然是一起做生意，咱们就得按做生意的规矩来。至于股份呢，无功不受禄，我也没做出什么贡献，不能拿来钱。你看看你。好，既然呢是这样，那我也说一下 ，FB 公司是正式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。那么在公司的章程里，我占80%的股份，这俩臭小子各占10%，但这80%并不都是我的。我有20%用来做期权池，为了引进人才和鼓励那些对公司有重大贡献的员工。另外20%是做融资用的，其实我自己占40%，其他的都是代持。那么我们的网站马上就要上线了，就缺你这样的稀缺人才，所以我打算从期权池里面拿出一半来作为你出任 CEO 的回报。老大，你觉得如何？10%。期权4年，1年之后开始行权。那价格呢？公司初创免费送你。不行，这不太合适。老大，就当是回报您当年对我们的赠饭吃。老大，你就别犹豫了，这些都是你应该得的。要是没有你，也没有我们今天。就是啊，老大别想了，加入我们吧。那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兄弟齐心，未来都是我们的。
了，看上那个。确实看上了一个，等会儿我就跟他说去。偷偷告诉我是谁。哎，周远，有件事情我跟你说，子珊他。吃饭喽！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吃顿肉解决不了的。等我说几句。我这睡。苗子，等会儿再吃，听我说完，听我说完。听大鱼把话说了。这个，为了庆祝咱们北漂访客网今天正式上线试运营，同时迎接我们公司的 CEO 李腾飞先生和我们的行政法务总监王若愚女士第一天上班，我准备为大家颁发3项福利。哦，我来的正是时候啊！中午加根火腿肠，晚上加2个鸡蛋，以后每天鸡腿管够。这么抠啊！杨子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第1项福利，每年为大家免费做1次体检。大宇，你终于开始关心我们人民群众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近加班加的我都胃溃疡啊！你那个是胃溃疡肉，你待会儿多吃点。第2项福利，就是为在座的每一位员工额外上一份商业医疗保险。这个好啊！还有第3项，听着呀，这第3项福利就是为在座的每一位员工的父母也额外上一份商业医疗保险。大宇，这么多项保险，得花不少钱吧？钱不钱什么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可以让员工们安心的工作。说真的，在座除了杨子，咱们可都是北漂，将来进公司的大部分的员工也都是北漂。出门在外的，父母又不在身边，咱们做儿女的也没有办法好好照顾父母。说真的，公司为他们上一份额外的医疗保险，将来真有什么事儿，也算是一个强有力的保障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员工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。小雨，麻烦你收集大家的父母资料，包括子珊的。没问题。怎么还有我的？当然有你的了，你可是我们的后勤部长荣誉员工，没准儿还是我们联合创始人的家属呢。好了，第1件事说完了，我现在说第2件事。虽然咱们的网站呢才刚刚开始试运营，但是说实话，我们只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1步，离成功还遥不可及。就连活着这么最低的标准，我们都达不到。我们现在的用户只是几个屈指可数的注册用户，而且我们的内容也不够丰富。是的，说实话，就连我们主打的免中介费的房屋租赁信息都没几条。这3个问题可真是相辅相成，没有房源信息，就没有办法吸引客户；没有好的内容，就没有办法增加客户的粘度；没有客户，没有客户粘度，就没有流量；没有流量意味着什么？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，毫无意义。大宇，你还是快点说吧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打算做一次线下推广活动，一方面收集房源，另一方面扩大我们网站的影响力，而且要把我们的免中介费租房的口号喊起来。至于内容这一块，我觉得根本不着急，等人数上来了再做，是不是老大？我同意大宇的想法，不但可以增加网站的人气，也可以借这个时期来测试一下服务器的承受能力。但是大家记得啊，在推广过程中一定要积极征询大家的意见和建议，以便于在正式运营的时候可以细节优化。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，那我们就对不起，乐组得跑了，还是请于总发布任务。哎呀，哪那么多事儿啊？大家都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的话，明天分工行动。来，我提议，为了我们即将美好的未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对了，你给我的员工父母投保信息里面好像没有你的呀，你别光顾别人，把自己的给忘了。哦，我爸他有自己的保险，咱就不用管他了。你爸买的是你爸买的，公司给买的是公司给买的，两码事儿啊！回头把信息给我。嗯。哟，这有门禁啊，咱怎么进去啊？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，有什么能难倒我？来。
哟，大姐出去啊？哎，对对。啊，慢点啊。嗯，好。不认识别看。站住！哎呀，你们俩是住这儿吗？哦，大妈，您不认识我了？我忘了，小高，高培富啊！高培富，别跟我套近乎。你什么这个富那个富的，我根本就没见过你们。看，啊，这大妈长得年轻，还火眼金睛。您说对了，我们还真不是这小区的。那你们来干嘛？工作。工作？鬼鬼祟祟的。这包里装的什么？又是那骗人的小广告吧？不是小，就是宣传单，宣传资料。你说的好听哦，就你们这些贴小广告的啊，把那传单塞得哪哪都是。你们之前把我们这小区糟践到什么程度啊？合着我们刚治理好，你们又来了是吧？